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拉拉，我又搬家了。这一次我搬到了大连。我去年辞职以后，就开始了旅居的生活。夏天在山西大同住了2个月，秋天搬去了广西北海，在那里住了4个月。到了春天，我又搬去了云南腾冲，在那里住了3个月。现在我又来到了大连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旅居了1年多的时间了。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想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实现这样的旅居生活的。旅居生活里最麻烦的部分就是租房子。下面这段视频是我在云南腾冲的时候拍的。我想带大家逛一下我住的小区，这个小区挺大的，到现在我也没有完整的逛过。旅居的旅就是旅行，居就是居住。有的人旅居侧重的是旅行，那他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去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可能一直住在宾馆或者民宿。但是我的旅居生活侧重的是居，所以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就要租房子。在不同的地方找房子的方式不太一样。在云南腾冲，有一些房东会直接把他们的联系方式挂在阳台上，所以我刚到云南的时候，就跟着地图走了很多小区，打了很多电话，看了很多房子。但是在大连呢，我就在小红书上发一个帖子，说明我想要租什么样的房子，住多长时间，我的预算等等这些信息，然后就会有中介或者房东来联系我，带我去看房子。它是2层的，2层。那下面这个是住的别人吗？原来是在这办公的，但是现在应该是也有人住了。所以是进来一个门，然后里边是2户。住了2户。这个是朝南的。朝南的。干净还是挺干净的。还不是说可脏的。但是这个是靠近高架的哈。对的。那估计还是有点吵啊。4楼的。4楼的不是这个房型，对不对？也是一样的，他们这楼里的房子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房型感觉，有点不透气哈。但是满向没开窗户。如果是冰箱、洗衣机这种电器坏了的话，坏了房东管。房东管，就是不是我自己去维修。好。那咱们这个是有中介费的吗？没有中介费。就是中介挺暖的，房子给你交好了。好，那1500的话，就是除了1500的房租费，还有什么费用？就水电肯定是自己付。水电嘛，还得自个儿。这个价格跟那个价格是一样的吗？这个是多少？最低1600。1600。好。这个配置挺好的，洗衣机什么都行。但是它也是没有网络，对吧？有网吗？在中国租房子的时候，你需要问清楚的信息包括每个月的月租费、水电费、网费，有没有物业费等等。还有，如果家电坏了，是你需要自己找师傅来修，还是房东帮你解决，等等等等。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几楼的？一个17楼，一个25楼。17、25。都是朝南的。对。
这个有灯能开吗？可以，可以开。嗯，好。不过这个民宿其实也不算新啊，但是它对，因为它都是这都是正常的住宅房。嗯，但是还算宽敞。这个是17楼对吧？对。所以它这个床上用品也是都是会放在这儿可以用的，对吧？可以给您用的。嗯，因为我第一次来北方，我想再确定一下，就是那个暖气费不是我出对吧？物业和取暖都房主掏。嗯，好，所以我就是那个水电网这个是我自己交的。用。好，这个房子说实话宽敞还是挺宽敞，但是装修也确实，但是这个装修也确实有点老啊。你知道这个房子老一点，就是我会还有就是不知道它的下水道啊，这个堵不堵？肯定，你放心吧，这些都肯定没问题的。嗯，然后它这个洗衣机肯定是好的，对吧？看着比较旧。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如果有坏的，跟房主说，直接立马给你拿新的过来。啊，就是说电器坏了的话，不是我自己维修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房子，假如咱现在不看这样吗？我在大连的这个公寓是通过小红书找到的，但是在中国，大多数人会通过专门的租房 APP 或者房产中介去找房子。我最后选择了一个靠近海边的公寓，这个公寓的月租是2000块钱，比我看过的其他公寓都更贵，但是这个公寓的设施比较新，交通也很方便，离地铁站走路只要5分钟。这是我的行李，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。过去这1年我住过的地方气温都在20度到30度之间，所以我不需要带很厚的衣服。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行李吗？不是，这是我能拿得动的全部行李，还有我拿不动的行李。这些是我拿不动的行李，就是被子、床单、枕头这样的床上用品。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就要用快递把它们寄到下一个地方。其实我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民宿，民宿里是有床上用品的。可是如果你要在这个民宿住几个月的时间，有的民宿老板不会让你使用他们的床上用品，所以过几天他就要把这些东西拿走。那我也不想每次搬到新的地方都要买新的床上用品。好在中国的快递是很方便的，而且也比较便宜。我在手机里选择好快递公司，下单，然后就等快递员来取走我的快递。这是我要寄走的被子。一般来说，快递员会到你家门口来取走你的快递，但是这个公寓的电梯要刷卡，它不能上来，所以我得自己下去。40呢。多少啊9公斤。9公斤啊！我是在APP 上付钱就行了。你着急还是不着急？我不那么着急。不用着急，你就发慢点，发陆运。发陆运是吧？对。陆运能便宜点，你发特快能贵点，就这种区别。不那么着急的是大概几天啊？到哪？到安徽合肥。3天吧。3天啊，那行。64，支付宝扫行吗？行。谢谢啊。没事。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我每次搬到新的地方就要再买一次的，就是锅、餐具、调料、刀这样的厨房用品。
这一年我已经买过5把刀了。当然，我也可以每天吃外卖或者出去吃。其实每天吃外卖不一定比自己做饭更贵，但是为了健康，你的旅居生活就不会那么轻松了。在中国，适合旅居的地方基本上都在南方，比如我去过的北海和腾冲。这2个地方一年4季都不冷，房价和物价都不高，而且很容易找到短租的房子。短租就是只租几个月的时间。这里的公寓厨房里常常已经有大部分厨具，想自己做饭就很方便。我在广西北海租的2室1厅，每个月的房租费是1400块钱，另外要加上200块钱的物业费。我在云南腾冲租的2室1厅，每个月是1500，没有物业费。所以在每个城市，房租的组成是不太一样的，你得问清楚。但是我去过的另一些地方，比如大同和大连，这2个地方都是旅游城市，不是旅居城市。如果你想在这里住几个月的时间，那可能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房子，因为大多数房子都必须租1年的时间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很多钱，那租房子就不是问题。在中国，旅居还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生活方式，大多数年轻人要每天去上班，旅居的大部分是退休老人，所以我觉得我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很幸运的。不过，我也不想永远过旅居的生活。说实话，每2-3个月就要换一个新的地方，也是挺麻烦的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